罗美熙是被一阵鸟鸣声惊醒的，她揉着眼睛从稻草堆里坐起来，后脑勺传来一阵钝痛，鼻尖萦绕着浓重的稻草和泥土混合的气味，与记忆中高级定制香水的味道截然不同。这是哪里啊？她环顾四周，破旧的茅草屋顶泥糊的土墙角落里堆着几捆干草和几个粗陶罐，身上穿着粗布衣裙，手腕上那条价值100万的钻石手链不知所踪。罗美熙猛地想起昨晚在豪华游轮上的派对。作为罗氏集团的独女，她刚从巴黎时装周回来，正在游轮上庆祝父亲的生日。她记得自己喝多了，然后发生了什么？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妇人站在门口，手里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稀粥。婆婆，我这是在哪？这是清水村啊，姑娘。昨天你在河边晕倒了，是老身把你背回来的。你这身子骨弱的跟纸糊的一样，怕是饿坏了。清水村，她明明记得自己在游轮上，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？婆婆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？姑娘说啥胡话呢？现在是永昌3年啊。永昌3年？哪个朝代有永昌3年？罗美熙脑子里飞速运转，却找不到任何历史知识与之对应。她的心沉了下去，她可能真的穿越了。婆婆，我叫什么名字？你这孩子怎么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？你是罗家村的罗美熙呀。前些日子你爹娘去城里卖粮，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河边去了？罗美熙彻底懵了。罗美熙，这确实是她的名字，但罗家村，她明明是罗氏集团的千金，父亲是著名企业家罗致远，母亲是著名钢琴家李梅。婆婆，能借我一面镜子吗？镜中映出一张陌生又熟悉的脸，年轻了至少10岁，但轮廓分明就是她自己。她真的穿越了，而且变成了另一个罗美熙。夜幕降临，罗美熙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，脑海中一片混乱。她从原主的记忆中得知，这是一个架空的古代王朝，她现在是清水村一个普通农户的女儿。父母为了生计常年在外奔波，留下她一个人在家。叮咚！突然，一个熟悉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。什么声音？欢迎宿主激活空间淘宝系统，我是您的专属助手小爱。系统？是那种可以兑换物品的系统吗？是的，宿主，你因意外穿越到此世界，系统将帮助你适应新环境。只要完成系统任务，就能获得积分，在淘宝商城兑换各种物品。我现在有什么任务？初始任务，在24小时内找到并激活您的个人空间。提示：空间与您的手机相连。手机？在贴身的衣袋里，他摸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，他的智能手机。屏幕已经碎了，但还能点亮。罗美熙打开手机，发现电量竟然还有15%，而且居然有信号。虽然信号只有1格，但确实能连接网络。这不可能！您的手机已与系统绑定，成为您在这个世界的唯一道具。现在，请尝试在手机相册中找到空间入口。罗美熙打开相册，翻看着里面的照片。突然，一张自拍照片右下角出现了一个微弱的闪光点。他点击那个点，手机屏幕突然闪烁起来，一个虚拟空间出现在眼前。我的天！眼前是一个约10平米的立方体空间，里面空无一物，但明显是一个独立的空间。这就是您的个人空间，可以存储物品、种植作物，甚至饲养动物。初始空间很小，随着任务完成会逐渐扩大。罗美熙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。她穿越了，但有了系统和手机，或许一切没那么糟糕。初始任务完成，获得10积分，当前积分10。罗美熙立刻打开淘宝商城，发现界面与现代几乎一样，只是商品分类有所不同，多了很多古代适用的物品。先兑换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吧。罗美熙思索着，用10积分兑换了1包卫生巾、1把小刀和一些种子。物品瞬间出现在她的空间里。罗美熙小心翼翼取出小刀，在手指上轻轻一划，确实是真实的触感，太神奇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美熙，快起来，你爹娘回来了。
院子里站着一对衣衫褴褛的男女，正是原主的父母。他们看起来疲惫不堪，脸上写满了忧愁。爹娘，美希，你没事吧？昨天我们在河边找到你时，你昏迷不醒，把我们吓坏了。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病了？我没事，可能是昨晚着凉了。今年收成不好，官府还要加税，我们实在撑不下去了。我打算去县城找点活干，你娘也一起去。那家里怎么办？只能先锁上门，等你嫁人。隔壁王员外家上次来提亲，虽然对方年纪大了点，但至少能给你个安稳生活。原主才16岁，就要被迫嫁给一个老男人。爹娘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县城。你县城能做什么？你会什么？我可以帮你们干活，洗衣做饭都行的。算了，你在家好好待着吧。我们尽量多挣些钱，等你及笄之年再考虑婚事。饭后，父母收拾行李准备出发。罗美熙回到房间，打开空间，取出昨晚兑换的小刀和种子。小爱，这些种子是什么？是现代高产作物种子，包括玉米、土豆和红薯。在这个时代，这些作物应该能带来可观收益。太好了，我可以在院子里试种一些。说干就干，他拿出小刀，在院子的角落里挖了几个小坑，将种子埋进去，又浇了些水，希望这些种子能在这里生长。下午，父母离开了，罗美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思考下一步计划。系统有什么任务吗？日程任务，在3天内成功种植并收获一种现代作物。奖励，我是积分，初级农具1套。他用手机搜索了这些作物的种植方法，然后按照说明细心照料。3天后，当第一株嫩绿的幼苗破土而出时，罗美熙欣喜若狂。任务完成，获得我是积分，初级农具1套已存入空间。有了农具，罗美熙的种植效率大大提高。他开始在院子里种植更多作物，同时思考如何将这些现代作物引入整个村子。机会很快就来了。1周后，村里举办集市，罗美熙带着自己收获的土豆和红薯去卖。这些作物在古代闻所未闻，立刻引起了轰动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洋芋和地瓜，是从西域传来的高产作物，一株能结好几个，一个就有半斤重，煮熟了又甜又糯。村民们半信半疑，但看到罗美熙手中的样品，还是忍不住买了一些尝尝。当天晚上，罗美熙回到家中，发现系统提示：特殊任务触发，推广现代作物，帮助清水村解决粮食问题。奖励，空间扩展券1张，高级农技知识1套。罗美熙嘴角微微上扬，他知道自己的致富之路才刚刚开始。罗美熙没想到，第2天一早，村里就炸开了锅。听说了吗？罗家那丫头带回来一种奇怪的洋芋，煮熟了又软又甜。真的假的？咱们这地方能种出那种东西？我亲眼看见的，那东西个头比咱们的芋头大2圈呢。听着院墙外七嘴八舌的议论声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他昨晚连夜在空间里培育了更多土豆和红薯苗，就等着今天分发给村民们试种。美熙，隔壁的王婶跑进来，村里人都说你带回来宝贝了，李大爷让我来问问，能不能也给他加分一些。王婶来得正好，我正准备去村里转转呢。这些新作物产量高，咱们村要是都种上，明年肯定能多收不少粮食。这是土豆苗，这是红薯苗。你们家有空地吗？可以先种个10几株试试。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神奇？要不这样，您先尝尝味道，要是觉得好，再拿苗回去种。吹了吹热气放进嘴里，刹那间，他的眼睛瞪得溜圆。哎呦喂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！又软又甜，比咱们的芋头强多了。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村子。不到中午，罗美熙的小院就挤满了人。他不得不把家里所有的陶罐都拿出来，煮了一大锅土豆和红薯分给大家品尝。每家可以先领10株苗回去试种，等收获了再还我20株就行，这样大家都有的种。村民们感激不尽，纷纷表示要好好照料这些宝贝苗。罗美熙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，心里也暖暖的。他知道这只是开始。傍晚时分，
父母托人捎来口信，说他们在县城找到了活计，暂时安顿下来了。罗美熙松了口气，至少父母有了生计，不用太担心他们。系统任务进度如何了？推广现代作物任务已完成30%，当前积分85分。特殊任务清水村致富计划已激活，预计完成周期3个月。罗美熙躺在炕上，望着窗外的星空，开始盘算下一步计划。光靠分发幼苗是不够的，他需要更系统的推广这些作物。而且他注意到，村民们虽然对土豆、红薯感兴趣，但对种植技术一无所知，得想办法教大家怎么种。第二天一早，罗美熙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美熙，快开门，出大事了！是村长家的二儿子李大山。怎么了？王婶家的猪拱了他的苗圃，把10几株苗都拱坏了，王婶正哭呢。罗美熙脑袋嗡的一声，那些幼苗可是他精心培育的，就这么毁了。他3步并作2步跑到王婶家，果然，王婶正坐在院子里抹眼泪，面前是一片被拱得乱七八糟的幼苗。王婶儿，别急。罗美熙蹲下身查看，发现虽然大部分幼苗被毁，但还有几株幸存。这些还能活，我再给您补一些就是了。闺女，婶子不是故意的，那头该死的猪昨晚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。我知道，这不怪您。这样吧，我教您一个办法，以后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您找些竹子，编个简易的篱笆围起来，猪就拱不进去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找老李头帮忙编篱笆。回到家里，罗美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如果村民们缺乏基本的种植知识，就算分发再多幼苗也是白搭。他需要一个更系统的方法。小爱，能扫描古代农书吗？我想学习一些适合这个时代的种植技术。可以尝试，请将农书放在手机摄像头前，系统会自动识别并转化为现代知识。清水村虽然穷，但村里有个老秀才，家里藏了不少书。他决定去碰碰运气。来到老秀才家，罗美熙礼貌地说明来意。老秀才捋着胡子上下打量他。丫头，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突然对农书感兴趣了？我爹娘在县城听说了我在推广新作物的事，想让我多学些知识，将来说不定能帮上村里。有志气，这些是我珍藏的农书，你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。虽然文言文晦涩难懂，但有了系统辅助，他很快筛选出了几本有用的书籍。太好了，这些书对我帮助很大。老先生，能否借我抄录一份？你这丫头有心了，不过你一个姑娘家，抄书多不方便。要不这样，我让孙子每天来帮你抄一部分。就这样，罗美熙开始了白天教村民种植，晚上抄录农书的忙碌生活。他把现代种植技术与古代经验相结合，整理出一套适合清水村的种植方法。1个月后，第一批试种的土豆和红薯迎来了收获。当王婶捧着沉甸甸的土豆来到罗美熙家时，整个村子都轰动了。天哪，这得有多少斤啊？比咱们的芋头多出3倍还多。美熙丫头，你可真是咱们村的福星啊！罗美熙看着堆积如山的土豆，心里涌起一股成就感。但这只是开始，他的目标是让整个清水村都富起来。系统任务进度如何？推广现代作物任务已完成65%，当前积分210分。特殊任务清水村致富计划完成度20%。罗美熙望着院子里挤满的村民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他知道，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清水村的晒谷场上，金黄色的阳光洒在一堆堆新挖的土豆上，空气中飘散着泥土与作物混合的清新气息。罗美熙蹲在一旁，仔细清点着收获的成果，手指沾满了泥土，却毫不在意。整整320斤，美熙，这产量比咱们原来的芋头高出整整3倍。李大山捧着最后一筐土豆走过来，声音里满是兴奋。罗美熙站起身，拍了拍手上的泥土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抬头望向围观的村民们，每个人眼中都闪烁着难以置信的光芒。就在3个月前，这些人还对他的洋芋半信半疑，如今却亲眼见证了奇迹的发生。太好了，按照这个产量，
每家每户都能多收不少粮食。然而，喜悦的气氛很快被打破。村长李大爷拄着拐杖缓缓走来，脸上带着复杂的表情。美西啊，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。村长，怎么了？县衙的差役昨天来过了，说咱们种的洋芋从未在县志上记载过，怀疑是邪物。邪物？那岂不是要被官府收走烧掉？罗美熙大脑飞速运转，他早该想到，在这个时代，任何新事物都会引起当权者的警惕。但事已至此，慌乱无济于事。大家别慌，我去找县衙的人解释清楚。这不过是西域传来的普通作物，绝非什么邪物。当天下午，罗美熙独自一人来到县城。县衙门口的石狮子威严耸立，他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了进去。大胆，平民百姓，见了大人为何不行礼？民女罗美熙，来自清水村，特来为村民种植的新作物洋芋解释一二。哦，就是那个被村民称为邪物的东西。回大人，此物名为土豆，确实是从西域传来的新品种。民女在游历中偶然获得种子，试种后发现其产量极高，一株能结10余个果实，每个重约半斤。清水村已试种成功，收获颇丰。倒出几颗土豆放在案上。大人请看，此物外皮粗糙，内里洁白如玉，煮熟后软糯香甜，实乃充饥良品。当真如此神奇？千真万确。大人若不信，可派人去清水村实地查看。只是恳请大人不要禁止村民种植，否则明年青黄不接之时，恐怕……他故意没有说完，但言下之意已经很明显。若禁止种植，来年饥荒时县衙难辞其咎。这土豆当真不是邪物？绝非邪物，民女愿以性命担保。好，本官就给你这个面子。不过此事还需上报州府，待批示下来前，清水村的土豆暂时只能自种自食，不得外销。多谢大人开恩，民女这就回去告诉村民们这个好消息。离开县衙后，罗美熙长舒一口气。虽然限制了外销，但至少保住了村民们的劳动成果。他快步走向县城的集市，打算买些必需品带回去。姑娘，可是清水村的罗美熙？罗美熙转身，看见一位身着如衫的中年男子站在不远处，面容和善，眼神却锐利如鹰。正是民女，先生您是？在下陈明远，州府学政，听闻姑娘推广新作物有功，特来一见。罗美熙心中警铃大作，州府学政，那可是管理教育的高官，为何会对他一个小村姑感兴趣？民女不过略尽绵力，何足挂齿。姑娘不必过谦，老夫此行是想邀请姑娘去州府讲学，传授这新作物的种植之法。去州府，那岂不是羊入虎口？多谢大人厚爱，只是民女乡野村姑，不通文墨，恐怕有辱斯文。无妨，老夫看重的是实践经验，不拘泥于书本。况且姑娘手中的空间淘宝系统，老夫也很感兴趣。他怎么会知道系统的事？陈明远是如何知道系统的存在？难道是县令告密的？还是……姑娘不必惊慌，老夫并非官府中人，而是一位对奇闻异事颇有兴趣的学者。先生此话何意？陈明远从袖中取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头，在阳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芒。此物名为灵晶，是老夫偶然所得，它似乎能与某些特殊物品产生共鸣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罗美熙的手机，就像姑娘手中的宝物一样。他怎么会知道手机的事？难道先生是如何发现这些的？老夫游历四方，见过不少常人难解之事。姑娘从天而降的那天，老夫恰好在附近采药，这双眼睛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罗美熙心中掀起惊涛骇浪，难道这人也是穿越者，还是某种超自然存在？先生想怎样？合作吗？老夫可以帮助姑娘推广系统种植法，甚至改进它。作为交换，希望姑娘能分享一些系统的秘密。罗美熙陷入沉思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但确实知道系统的存在。如果拒绝，他可能会告发自己；如果合作，风险同样巨大。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当然，不过3日后我会再来找你，希望到时能听到好消息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罗美熙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他必须尽快做出决定，同时想办法保护系统和手机的安全。回到清水村，罗美熙发现村民们正围在村口，
脸上写满了焦虑。美西，县衙来人了，说咱们的土豆不能卖，只能自己吃。我已经知道了，这是县令大人的命令，为的是防止饥荒时有人囤积居奇。那咱们明年还能种吗？当然能。县令大人已经认可了土豆的价值，只是暂时限制外销而已。明年我们扩大种植面积，保证全村人都能吃饱。村民们这才松了口气。罗美西回到家中，立刻打开系统空间，开始思考对策。小爱，有没有办法隐藏手机的存在？可以尝试激活隐匿模式，此模式下，手机将不会被任何超自然手段探测到，但部分功能可能会受限。激活，手机屏幕突然闪烁了一下，随后恢复正常。他试着召唤小爱，发现声音变得更加微弱，几乎像是幻听。这样应该能暂时骗过那个人。不过，陈明远到底是什么人？检测到异常能量波动，宿主附近存在不明来源的超自然存在，建议提高警惕。看来陈明远真的不是普通人。3天后，陈明远如约而至。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木匣子，里面装满了各种奇怪的工具和种子。这些是我培育的新品种，比你原来的土豆产量更高，适应力更强。这些也是西域传来的？算是吧，不过比你的更先进。现在该谈谈我们的合作了。好，我答应合作，但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不得泄露系统的存在；第二，所有成果必须汇集全村；第三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。陈明远突然也取出一部手机，但那是一部完全陌生的款式，屏幕上还闪烁着奇异的符文。看来我们都是穿越者，只是来自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世界。你也是穿越的？对，来自23年后的未来，那里科技高度发达，但资源枯竭，环境恶化。我是个农业科学家，因为一次实验事故来到了这里。罗美西感到一阵眩晕，他原以为自己是唯一的穿越者，没想到还有别人。那你的手机？比你的更先进，这是未来土豆，产量是普通品种的5倍，而且抗病性强，但需要特殊肥料才能生长。这是用厨余垃圾和粪便发酵制成的有机肥，未来常用的种植技术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说过，我是农业科学家。在这个时代，这些知识就是救命稻草。两人沉默地对视着，一个是意外穿越的豪门千金，一个是未来世界的农业专家，命运将他们联系在了一起。我们可以合作，但必须透明。你告诉我你的计划，我告诉你系统的存在和使用方法。好，不过系统的事暂时不要让第3个人知道。就这样，2个穿越者达成了临时同盟。陈明远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理念，罗美西则利用系统空间培育幼苗和储存物资。1个月后，清水村的田地里出现了2种截然不同的作物，一种是罗美西推广的土豆，另一种则是陈明远带来的未来土豆。村民们被分成2组，在2块试验田里同时种植。这2块田的收成将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。如果我的品种表现更好，我们就大规模推广；如果你的更稳定，就继续优化现有品种。罗美西点头同意，他暗自祈祷系统的土豆能胜出，毕竟这是他目前最大的依仗。收获的日子很快到来，全村人都聚集在田边，紧张地等待着结果。先看我的田。陈明远兴奋地跑向其中1块试验田，挖出1株未来土豆。那硕大的块茎让围观村民发出阵阵惊呼。天哪，这得有半斤重吧，比美西的土豆大多了。这要是能种出来，明年咱村就不用愁了。等等，我的土豆虽然个头小一些，但每株结了15个。陈先生的田里每株平均只有8个。美西的土豆个小蛋多，陈先生的个大蛋少，到底哪个更划算呢？按平均产量计算。我提议。村长李大爷捋着胡子站起来。2种土豆都种，美西的品种全村推广，陈先生的品种先在几户人家试种，看看效果。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赞同。罗美西和陈明远相视一笑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赞赏。然而，就在丰收的喜悦中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。当晚，罗美西正在整理收获的土豆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美西，快开门，官府的人来了。罗姑娘，县令大人有请，立刻马上。罗美西感到一阵不祥的预感，
他匆匆交代李大山照看院子，跟着差役们快步走向县城。民女参见县令大人。罗姑娘，听说你最近在村里推广一种新作物。回大人，确有此事。此物名为土豆，是从西域传来的高产作物。本官知道那是什么，这是从你村里收上来的样本，味道如何？回大人，味道很好。州府来信说有人举报你妖言惑众，传播邪物。罗美熙脑中嗡的一声，果然有人告状了，但他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大人明鉴，此物绝非邪物，而是能救活无数百姓的粮食。你可认识一个叫陈明远的人？是见过几面，他是州府学政。够了，陈明远已被押解回州府候审，他招认是你指使他在村里散布邪说。陈明远被抓了，他怎么会？大人，陈先生不可能说这样的话，他和我一样，都是为了百姓。够了，本官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承认妖言惑众，发配边疆，要么指认陈明远是主谋，本官可酌情从轻发落。这是一个陷阱，无论选哪个都会害死陈明远，或让自己万劫不复。圣旨到，清水县县令李大人接旨。李大人慌忙跪下，罗美熙也跟着跪倒，心中却燃起一丝希望。这是转机吗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闻清水县罗美熙推广新作物有功，特赐惠民县女称号，赏银100两，准其在全县推广新作物。钦此。臣领旨谢安。皇帝怎么会知道他的事？这救星是从天而降吗？罗姑娘还不谢安？民女谢主楼的。你可以走了。大人，民女有一事相求。说。陈明远先生被冤枉了，请大人明察，他与民女一样，都是为了百姓生计。证据确凿，岂容狡辩？这是陈先生给我的未来土豆种子，大人若不信，可派人试种，半月便知真假。好，本官就给你这个机会，若半月后无异常，便释放陈明远。出县衙，罗美熙长舒一口气，但他知道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陈明远被关在州府大牢，他必须想办法救他出来。就是这儿，陈明远，有人来看你了。美熙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救你出去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他们抓我是因为知道我们来自另一个世界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个王师爷，他身上有和系统类似的能量波动，他也是穿越者。又一个穿越者，现在怎么办？县令李大人其实是个好人，他被王师爷蒙蔽了。你去说服他，同时利用你的系统空间，我们需要更多证据。我这就去，你保重。回到清水村，罗美熙立刻去找李大人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李大人居然亲自到村口迎接他。罗姑娘，本官正要去寻你，圣旨一事，本官有话要说。圣旨确实是假的，是陈明远的朋友伪造的，为的就是救他出来。可那人穿着四品官服。是假的，州府最近正在追查一批伪造官服的案子，没想到用在了这里。那沈先生怎么办？本官已经决定释放他，但有个条件，你必须答应帮本官一个忙。什么忙？府最近闹饥荒，朝廷拨下来的粮食根本不够，本官想请你用你的土豆种子，在州府附近也试种一些。这是好事，我愿意帮忙。不过王师爷不会同意的，你得小心行事。离开县衙后，罗美熙立刻去找陈明远。两人商议后决定，由罗美熙出面，在州府附近种植土豆，同时寻找证据证明王诗婷是穿越者。系统空间里有什么可以帮到我们的？有医疗用品和现代种子，我们可以先改善州府的医疗条件，赢得民心。两人说干就干。首先要解决的是医疗问题，系统空间里有抗生素和基础医疗设备，可以先救几个人，赢得口碑。罗美熙在客栈附近租了一间小屋，挂上惠民药铺的招牌。他从系统空间取出一些常用药，开始免费为穷人治病。消息很快传开，第二天药铺门口就排起了长队。神医啊，一服药就治好了我的顽疾。真是活菩萨，要钱都不收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第三天王师爷就带着官兵闯进了药铺。大胆妖女，竟敢在此行巫蛊之术！大人此言差矣，你履行医救人，何来妖术之说？你用的这些药丸，本官从未见过，定是邪物。
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住手！闯入药铺的是一位身着锦袍的年轻男子，面容俊朗，眼神锐利如鹰。王师爷好大的官威啊，连治病救人的大夫也要抓。你是？州府刺史之子林默，家父正为州府饥荒一事发愁，听说有人在此免费治病，特来看看。您与罗美熙确实在此行医，所用皆是家传秘方，并非邪物。罗姑娘医术高明，为何不报官府备案？您女初来乍到，正准备明日去府衙登记。既如此，本官就卖林公子一个面子，罗姑娘明日务必去府衙一趟。罗姑娘受惊了，家父正为饥荒一事发愁，听闻姑娘有高产作物，可否一见？当然可以，不过什么？您女需要一块试验田，而且需要有人保护，免得又有人来捣乱。好，州府西郊有个荒地，正好适合示众。至于保护，家父引下令，任何人不得骚扰罗姑娘。就这样，罗美熙获得了在州府试种土豆的机会，还得到了林默的支持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更大的阴谋正在暗处酝酿。州府西郊的荒地上，罗美熙正带着几个雇工翻地。这些的荒废多年，能种出东西吗？放心，这土豆适应力强，荒地也能种。一阵马蹄声传来，王师爷带着一队官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大胆罗美熙竟敢擅自占用官地！大人误会了，这块地是林公子借给民女示众的，有契约为证。林公子他敢违抗本官命令！就在剑拔弩张之际，林默赶到了。王师爷，这是何意？林公子这女子擅自占用官地，这是我同意的，而且州府已经批准罗姑娘在此示众，以解决饥荒问题。这不可能！王师爷，家父已经知道了你的所作所为，你还是乖乖认罪吧。原来林默早就查到了王诗婷贪污赈灾粮的证据，这次借机将他一举拿下。3个月后，州府西郊的试验田里，金黄色的土豆丰收在望。罗美熙和林默站在田埂上，望着硕果累累的景象，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林默惊叹道：亩产超过500斤，这简直是奇迹！这都是托了现代种植技术的福。消息很快传遍了州府。第二天，州府大牢的大门被打开，陈明远在官兵的护送下走了出来。美熙，你受苦了。是的，看，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李大人也带着县衙的人赶到了，他郑重地向罗美熙和陈明远鞠躬。2位救命恩人，本官代表清水县百姓感谢你们。大人言重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就在众人欢庆时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一道闪电划过，照亮了一个陌生的身影，正是那个自称来自未来的穿越者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能在这里安顿下来。你是谁？我叫赵天宇，和你一样也是穿越者，不过我的目标和你不同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控制这个世界，而你们就是我最大的障碍。林默拔出佩剑。什么人敢在此放肆？赵天宇不慌不忙地从怀中取出一个小装置，按下按钮。刹那间，一股诡异的力量波动扩散开来。这是能量武器。罗美熙感到一阵头晕目眩，系统空间突然剧烈震动起来。当罗美熙再次清醒时，发现自己躺在客栈的床上，头痛欲裂，仿佛有人在他脑子里狠狠敲了一锤。你终于醒了，赵天宇，他袭击了你。系统，我的系统怎么样了？空间还能进入，但功能受限。这是从赵天宇身上找到的干扰器，它似乎能影响系统运作。如果系统失效，他将失去最大的依仗。现在怎么办？州府有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，我们去找他求助。赵天宇敢公然使用这种武器，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。就这样，3人决定前往州府衙门寻求帮助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赵天宇已经先一步潜入了衙门。钦差大臣正在接见重要客人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们是来禀报紧急军情的。3位钦差大人有请。3位小友请坐，听林公子说有紧急军情。大人，有人携带危险武器，企图控制朝廷命官。他将赵天宇的事和盘托出，包括他的穿越者身份和能量武器。此事非同小可，本官这就上奏朝廷，调集军队围剿。
就在此时，大堂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一声巨响，屋顶被炸开一个大洞，烟尘弥漫。保护大人！烟雾中，一个身影缓缓走出，正是赵天宇。没想到吧？我早就料到你们会来找钦差大臣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在衙门行凶！老东西，你很快就会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。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扩散开来，罗美熙感到系统空间剧烈震动，几乎要崩溃。小爱，启动应急模式，检测到致命威胁，启动终极防护。刹那间，罗美熙身上爆发出耀眼的光芒，系统空间完全展开，形成一个巨大的保护罩，将所有人笼罩其中。这不可能！赵天宇，你的阴谋到此为止了。他伸手一挥，系统空间内的能量化作一道光束，直接击中了赵天宇。尘埃落定，衙门外的阳光格外明媚。赵天宇被官兵押送下去，等待朝廷发落。小友，这次多亏了你，朝廷会重重嘉奖你。大人过奖了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继续推广新作物，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。我们还可以建立学校，传授现代农业知识。三人相视一笑，心中充满对未来的期待。